后撤，全部后撤，支架要失效了！神功！我不是被塌方压住了吗？还装死！起来干活！不是，木棍，这不是工地。我的雨衣呢？安全帽呢？这不是我的身体，这像是另一个时代。古装、官差、流放犯。沈之和，罪臣之女，还摆什么架子？到了韩州就给老子老实干活！大前王朝，罪臣之女，流放韩州，我穿越了。都给我站好！到了韩州，就别想着自己还是京城贵人，这里不养闲人，能干活就活，不能干就埋血坑。哼，你去北墙修缮队。北墙那可是最苦最危险的活，听说上个月塌过一回，砸死了3个人，他这细胳膊细腿，怕是3天都撑过。不对，这墙不是旧，是快塌了。看什么？还不滚过去！墙根被水掏空了，这不是简单裂缝，是承重已经坏了。磨蹭什么？你还真当自己来做官的？顾承舟，那个被贬到韩州的少将。顾将军，这批流放劳役刚到，小的正分派活计。这墙不能再糊了。你说什么？墙根积水，洞胀开裂，里面填土是空的。现在表面补泥只会把裂缝遮住，北风一转，血水再灌进去，今晚子时之前，这段墙必塌。你一个流放犯女，也敢在这儿谈城防？流放犯女，少在军房上胡言。我是不是胡言？扒开墙根一看就知道。放肆！顾将军面前也敢顶嘴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！这段墙3年前就该重修，你们每年若真修了，它里面不该是这种东西。胡说八道！你分明是想扰乱军心！将军，你说他今晚会塌？不是会，是一定。将军不能信他，他一个到韩州就妖言惑众，若不重罚，以后谁还服管？墙若塌了，服管的人也会被埋在下面。现在信了吗？这只是第一块。闭嘴！不过掉块砖，你就敢说城墙要塌？韩州城墙立了几10年，轮得到你一个流放犯女指手画脚？将军，北墙年年冬天都掉砖，这不稀奇。小的马上叫人糊上，绝不会耽误守城。不能糊。你还敢说？这段墙外侧受风，内侧积水，墙根被抛空，现在墙体上重下虚，裂缝从中段往两边走。你们只补表面，水排不出去，冻一夜，明早这里就是一堆碎砖。什么上中下虚？他说的是城墙？画几条线就想吓唬人？你以前是修城的？我修过比这更难的。你罪臣家的小姐，怕是连锄头都没摸过，还敢说修城？第一天就得罪管事，韩州这种地方，逞强只会死更快。怎么救？将军，先挖泄水沟，把墙根积水引出来，再用木桩斜撑墙体，冻土混草木回填裂缝，最后用火盆烘墙根，别让水再次结冰。这得多少人，多少料？现在天都快黑了，所以要快。胡闹！将军，真听他的，今晚北墙就不用守了，全城劳役都跟着他挖泥巴。敌军要是来了，谁负责？敌军来了，至少还得有墙让他们攻。墙先塌了，你拿什么守？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先打20遍，看他还敢不敢妖言惑众。你是守城将军，应该比我清楚。北墙若塌，韩州必破。给他1个时辰。将军，这不合规矩。墙塌了就合规矩了。10个力气大的挖墙根，5个搬木桩，再去找火盆、草木灰、麻绳。都愣干什么？按他说的做。别真让他修朽，木桩挑最烂的，火盆也别给够。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争，是抢时间。别往墙根下挖，往外引，沟底要低过墙角。快！沈姑娘，水出来了，真有水。还来得及吗？将军，北墙要塌了！谁敢乱跑，军法处置。按我刚才说的做，现在再救还来得及。快退！墙要塌了！就是他乱挖墙根，才把北墙挖坏了。将军，这女人一来就妖言惑众，现在还挖坏城墙，分明是祸乱军防。再不拿下她，北墙就真完了。还没彻底断，墙挑虽然外倾，但主城重点还在。
还有机会，别退！现在撤，北墙必塌！不撤等死吗？这墙压下来，谁也活不了。墙一塌，外面敌探就会知道韩州北门空了，到时候死的不是你一个，是整座韩州。少听他吓唬，他一个流放女懂什么守城？细水沟继续挖，不能停。积水不排出去，撑什么都没用。木桩斜着打，不能直插，直插扛不住外应力，斜撑才能顶住墙身。冻土混杂木灰，先堵下缝，不求好看，只求压住。火盆搬到墙根，烘干回填处，别让水再结冰。你还敢胡来？再动一步，斩！将军，他会害死我们的。几成把握？3成。才3成？将军，你听见了吧？他这是拿所有人的命赌。什么都不做，半成没有。给我3炷香。3炷香后，墙若还是塌了呢？我死在墙下。他明明第一天到韩州，连一口热饭都没吃上，却敢说这样的话，有意思。所有人听他指挥。将军，墙塌之前，谁敢扰他，斩！你们3个继续挖沟，水往左引，木桩搬过来，烂的不要，挑最直最硬的。火盆不够就拆门板烧，麻绳拉紧，别站正面，站侧面，别松绳，松了才会死。有用。不够，还差主撑。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你是守城主将，北墙可以没有我，不能没有你。敌军探子就在，你若死了，韩州今晚就乱。那谁去？沈之和，顾将军，3炷香还没到。回来！拉绳，拉绳！小心！别松，谁松谁死！拉！动土，往下填。现在不填，前面3根桩全白打。他娘的，老子听他的！不可能的，这女人怎么真能修？左边再压半尺，火盆别靠太近，烤裂了更麻烦。沟别停，水必须排出去。你推开！你都不推，我推什么？停了，撑住了，北墙撑住了！将军，城外有动静！敌军探马，他们看见北墙裂开，想趁乱摸进韩州虚实。敌人来了！北营，随我出城！别直追，血泊下面有洞沟，让2个人从左侧绕，逼他们往低处走。照他说的做。活捉，活捉！按住！压回去。从今天起，你归北墙营。沈姑娘，刚才多亏你，要不是他，北墙真塌了。还有那些探子，也是他看出血沟的。我要的不只是归北墙营，我要修好这座城。那就让我看看你能修到哪一步。这不是自然冻裂。怎么？这墙不是自然坏的，是有人一直在吃韩州的命。外面看着是夯土，里面却松得像被虫蛀空的木头。这不是冻裂，是从一开始就没修实。将军，北墙年久失修，里面松懈也是常事。韩州府寒，哪里能跟京城比？墙可以救，但不该空。正常夯墙，墙根至少要3层实土，2层碎石，外层再封灰浆。可这里外面糊了泥，里面却全是虚填。别说敌军攻城，就是今晚这场雪，他也撑不住。这些我们就是守着这种墙。你们懂什么？修城有修城的规矩，一个流放女随便说几句，你们就信了？那就拿账本来。什么账本？北墙3年的修缮账本，木桩、石灰、铁钉、碎石、人工，每年花了拿出来一对，就知道这墙为什么空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军防账本也是你能看的。取账本。将军，本将也想看看韩州这些年到底修了什么墙。将军，账目年久，难免有些出入，韩州修墙也只能尽力而为。去年冬，北墙添木桩300根，这里最多用了70根，石龟120袋，灰浆含量不足3成，铁钉、麻绳、石料每年都报足了数，可墙体里没有，库房里也不见。赵管事，这些东西是自己长腿跑了吗？沈姑娘说笑了，你刚来韩州，哪里懂这些旧账？也许是前任管制留下的问题。账本最后签押是你的名字，银子进了账本，材料没进城墙，北墙今天险些塌了，不是天灾
是有人把韩州的命一口一口吃空了。我兄弟去年死在他墙下，你说是天灾？我们吃没粮穿破袄，原来银子全被你们吞了。不是我只是管事，上面拨多少我就修多少，你们不能听一个流放女胡胡说。人先押去账本封存，谁敢动，斩！将军冤枉啊，小的冤枉啊！这仗太明显了，赵三一个小管事吃不了这么大的空饷，他背后还有人。你今日动了不该动的账，那也比动了不该动的强好。烧了，你我都活不了。那怎么办？账不能烧在这，要烧也得让该锅的人自己点火。谁让你烧账本？是赵三让我烧的。赵三背后还有谁？是这三让我烧的，小的只知道这个。压下去，账本重新封锁。昨夜修了一整晚墙，连口热的都没有。赵三被压了，他手底下那些人故意不给粮，说北强营得罪了管事，今日口粮要等上头批，等批下来，人都冻硬了。沈姑娘，我们知道你有本事，可账本一查，粮也断了，咱们这些人接下来吃什么？仓库里还剩什么？好粮都锁着，拿不出来。角落里有点粗麦，半筐冻菜根儿。带我去。那些东西能吃？能不能吃，得看谁做。生火，烧水，菜根削烂处，骨头砸开。烂处不要，硬根切细，熬开才出味儿。这能顶什么？看着像喂牲口的。沈姑娘昨夜修墙，今日又会做饭了，可别把北强营的人都吃坏了。冷天饿久了，不能先吃硬的，先喝热汤把身子暖回来。就这点东西，能有什么味儿？你昨夜第一个冲上去填冻土，这碗你先喝。老周，怎么样？别问，排队。给我也来一碗，我不要多，半碗就行。沈姑娘，我这还有点麦渣，能不能也倒进去？都拿来，锅还能再熬一会儿。多谢沈姑娘。军令能压人一时，热汤却能让人自己靠过来，这不一样。沈姑娘，你不喝，我还撑得住。水桶空了。泥沙细，水源不是干了，是被堵了。怎么了？韩州不是没水，是有人把水路堵死了。沈姑娘，那是废渠。听老人说，以前韩州有活水，就是从那边引进城的，后来山塌了，水也没了。沈姑娘昨日修墙，今日又找水，看来韩州以后都不用将军和管事了，有你一个人就够了。表层干硬，下面却变深，这里不是死土，根部没有完全干死，下面还有湿气，这不是废渠，只是被堵了。沈姑娘，真能有水？水源可能还在山后，只是旧渠口被塌方堵住，水走不了明渠，就会往地下渗。那也可能早干了。没干，针菇透的地方，草根早就脆成灰了，这里根还韧，说明下面还有湿气。几根草也能让你看出水来，沈姑娘，你可真会说。能不能出水，挖了才知道。说的容易，韩州人手本就不够，北墙还没修完，粮也不多，你一句话就让大家陪你挖废沟，挖不出水，谁担责？给我3天。3天后没有水呢？我去背水3个月，北强营不必再给我1口粮。这话不能乱说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是我说的，大家都听见了。3天内废渠不出水，沈之和就去背3个月。你要多少人？10个能挖的，5个会搬石的，再要旧木板、麻绳、火盆。给他。这里先挖，不要乱挖，先破洞层，再清堵口。水如果还在，3天内一定会从这里渗出来。我们跟你挖。我也去。他真要挖废渠，赵鬼说不能让他挖出东西。那就让他挖。让他挖？挖不出水，他自己滚。要是真快挖出来了，再把渠口掉掉。韩州的水，我一定给你们找回来。沈姑娘不是说3天内一定出水？这都1天了，怎么连泥都没试一块？怕不是又要让大家白忙？还真以为自己什么都会。继续挖。沈姑娘，还往下吗？有一点潮腥味儿，很淡，但在这种冻土里已经足够。不是往下，是往前。水被堵在上游，咱们现在挖的是旧渠中段，要出水得先找到堵口。这里分3段挖，第1队清雪，第2队破冻土，第3队搬碎石。火盆拿来，先烤硬土，不要死砸。土还能烤？冻土硬是水结成冰，先烤化1层，再挖会快很多。
不会真没水吧？要是3天挖不出，沈姑娘就得去背水3个月。沈姑娘，若是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背水3个月可不是你这细胳膊能扛的。让开！你说什么？你挡着我看地势了。这里地势最低，如果上游还有暗流，水印被压在这后面，挖这里。沈姑娘，3天可快到了。不是湿泥，是被压住的水。退后！什么？所有人退后！退！出水了！水，真有水！废渠出水了，韩州围了！你又赌赢了。不是赌，是判断。这水能进城吗？能。清渠筑堤分流，3天内韩州房先有水，7天内伤兵房有水，半个月内北强营不用再背水。从今日起，废渠由沈之和统管，谁敢阻他，是按扰乱军务处置。怎么了？我们的水可能已经被人看见了。灶房有水了，快，先送1桶回去。水出了，你反而不高兴？水源一出，韩州能活，但同样，敌人也会知道韩州还能残存。如果我是北戎探子，看到韩州废渠出水，第一件事不是攻城，是什么？断水。他们会来毁渠？不是会，是一定会。韩州现在缺粮、缺兵、缺药，可只要有水就能撑。敌军若想让韩州乱，毁了这条渠，比攻一面墙更快。可我们才刚出水，北戎未必知道。我刚才看见那边有脚印，风雪这么大，脚印却是新压的，不是我们的人。派人查血泊。现在去，探子早走了，与其追，不如等。他们今晚一定会来。那怎么办？派重兵守着。不能全守在明处，敌人若看到防守太营，就会改日再来。今晚要让他们以为有机会。设伏。渠边零面面只留4个疲惫老兵，装作无人重视。明白。暗处埋2队士兵，等他们进沟再动。敌人若来毁渠，第一目标一定是堵口，他们不敢点火，怕惊动守军，只会下毒或凿塌渠壁。沈姑娘，你怎么连这个都想到了？因为韩州能活的东西不多，敌人要杀就会先杀最要紧的。动作快，毁了就走。韩州这群恶鬼还真以为找到水就能活。按住他！活口留下。这帮狗贼，你又说中了。毁不了水又如何？什么意思？3日后，我北戎大军压境，到时候不止这条渠，整座韩州都会被踏平。敌人先盯水，说明水是真的能救韩州。3日够短，也够用。压下去，连夜审。能修墙就能守墙，3日内，韩州必须变成一座能守的城。将军，若北人3日后攻城，咱们现在这些人怕是不够。北墙还没修完，粮也不够，水渠也刚通，要不向州府求援？求援来得及吗？3日水还在流，韩州还没死。你想做什么？3日内要做3件事：第一，补墙，北墙不能再只靠几根木桩撑着，必须加斜撑和动土回填。第二，储水，敌军一定还会打水源主意，明区可以被毁，但城里必须有备用水。第三，治军粮，现在粮不够，就不能按平日吃法，要做耐储、能带、能撑的干粮。 3日够吗？不够，所以不能按平常办法做。人手分3队，白天修墙，夜里烘土。老弱妇孺负责做绳、运土、烧灰，能动的人没有一个能闲着。百姓也要上。韩州若破，士兵先死，百姓后死。现在出力，是给子子留命。北强营按他说的分队。顾将军，曹监有令，韩州军防关系边境安危。 流放犯女沈之和擅自调派劳役干涉军务，私查粮账，已有扰乱军心之嫌。他不插手北墙，昨夜就塌了。哼！监令前，谁敢多言？即刻起，沈之和不得再插手城防、水务、粮草。若有违抗，杖30，押入苦力营。来得太快了，将军，监军大人说了，韩州再乱，也轮不到一个流放女做主。你笑什么？我笑这道命令来得真快。北戎3日后攻城。 曹监军不急着修墙，不急着储治粮，倒急着不让我插手。放肆！我不插手军防，可以。那我修明渠，算不算军防？我给伤兵熬汤，给劳役做干粮，算不算粮草？
我让百姓烧灰、编绳、运土，救自己的命，算不算干涉军务？军防我不碰。今日起，我们修民渠、搭火灶、做干粮。对，我们修的是民渠，我去烧火灰。你们这是钻军令空子！韩州连活命的空子都不钻，难道等死吗？监军大人不会放过你！你今日彻底得罪曹监军了。我不是今日得罪他的，是从我发现有人吃韩州命的时候就已经得罪了。将军，北墙下段发现新的裂缝，那就从这条裂缝开始，把他们吃空的韩州一寸一寸补回来。这墙也被掏空了，不是一段空，是整片北墙都被人用烂料糊过。这帮持军饷的是真没把咱们当人命。挖泄水沟，清墙根，先查西段承重。可曹监兵刚下令不让你插手军防，我没插手军防，我在清民渠，我在教劳役办土，他们在给自己家门口除险。对，咱们清的是民渠，办的是土，救的是自己的命。谁问起来，我就说我在挖泥巴。老人和孩子捡碎石、编草绳，妇女烧去木灰熬热汤，士兵和劳役清墙根、打木桩。水往低处引，别让它再贴着墙根走。木桩不能靠太近，错开半步。火盆放远一点，墙土烘干，不是烤裂。沈姑娘，草绳够了吗？够了，放那边，别靠墙太近。小心！抓住！救人！沈姑娘，不能下去，沟还会塌。别动，慢慢吸气。沈姑娘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我没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绳子来了1、2、3，拉！怎么回事？不是崩断，是被刀割断的。查。沈姑娘，赵三的人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绳子自己断的。墙没塌，你们就想让人塌？谁让你割的？说。我不知道是谁，只知道赵管事说过，不能让沈志和把北墙修完。赵三被压了，还能有人替他传话？韩州城里不止一个赵三。沈姑娘，不好了，粮仓起火了！他们毁不了墙，就烧粮。粮仓起火了！哪座粮仓？西小仓，火从后墙烧起来的。西小靠近灶房，存的是北强营最近几日口粮，虽然不多，却是现在最能动用的一批粮。若没了，北江营今晚就得断饭。是沈志和害的。今日他让人到处搬草木灰，烧火盆，现在粮仓就起火，不是他是谁？谁在乱说？军法处置。别泼水！火都烧起来了，不泼水泼什么？粮袋遇水会没，火没救下，粮先毁了。先把还没烧到的粮袋搬出来，拿沙土压火线，别让火往里钻。湿毡有吗？破棉被也行，进水盖外墙，不要往梁上浇。照他说的做。低身走，别直着身子。外面的人接粮，里面的人别恋战。烧到了粮不要抢，抢没烧的。墙后起火，先断后墙。快搬走，别让火咬过去。保住了，多亏沈姑娘，不然刚才他全浇水，粮也完了。油味很重，不是火星意外落上去，是有人故意引燃。这，而下田的人很清楚西小仓的位置，也知道今晚北强营离不开这批粮。都是赵三那帮人。封仓彻查，守住出入口，登记今晚接触过西小仓的人。沈姑娘，这袋粮不对。这就是给我们吃的粮，怪不得我以为是运粮路上受了潮。粮仓起火不是最可怕的，可怕的是这粮仓就已经被人掏空了。不是我只是看仓的。这也是火烧出来的。韩州真正的危机根本不是3日后的北戎大军，而是这座城从强到粮早就被自己人吃空了，粮仓早就空了。这不是受潮，也不是运粮时出了问题，这是有人一层一层装出来的假粮。我们这几年吃的就是这个，怪不得煮出来的粥总发苦，每次吃完都有人闹肚子。去年冬铁牢里就是吃了没粮后高热不止。粮仓管事呢？赵三那狗东西到底吞了多少粮？将军饶命，我们只是看仓的，不知道粮里面掺了东西。你每天守着粮仓，不知道袋子重量不对，不知道粮袋封口新旧不一，是没发现，还是以为我们吃不出来？不知道表面好粮，里面没米，还是你们以为士兵吃不出来，就算不知道。打开所有粮袋，
我们在城墙上拿命守韩州，你们就拿这个喂我们？不是我们做主，粮都是上面拨下来的，我们只是照管。上面是谁？说。顾将军好大的威风！北戎3后将至，他不意外。顾将军不整军备战，倒在这里审粮仓小吏，若延误军机，你担得起吗？军粮被换成煤米，你说这是小事？哼，韩州苦寒，粮草转运艰难，路上受潮也不是没有。顾将军不察敌情，反被一个流放女牵着鼻子走才是大事。又是你，先是城墙，后是水渠，如今又是粮仓。你一个流放贩女，手伸的未免太长。手伸的长，总好过有人把手伸进军粮里。放肆！这些粮不是受潮，是人为调换，粮袋封口不同，底层煤米压得太实，外层的好粮铺得太薄。若只是路上受潮，不会袋袋都这么强。你懂粮务？我懂什么东西会让人死。好，既然你懂，那本监军倒要听听。3日后北戎攻城，西小仓粮不足3成，你拿什么喂北强营？粮不够就换吃法。哼，说得轻巧。给我3天，我做出够北强营撑过敌袭的军粮。这是陷阱。若3日内做不出军粮，沈志和扰乱粮务，诬陷官仓，杖30，押入苦役营。这不公平，粮仓本来就是空的。再多言，同罪。 3日后，我若做出来呢？北强营粮务归我调度。好，本监中倒要看看你能拿煤米变出什么活路。你不该答应。我不答应，北强营今晚就断粮。去找豆渣、麦麸野菜跟盐霜，这些也能做军粮？难吃，但能活。我去找豆渣，我去灶房翻麦麸。他不是要变出粮，他是要把能活人的东西都变成粮。沈姑娘，这东西扎嗓子，豆荚放久了有酸味，吃了怕坏肚子。曹监军让你做军粮，你就拿这些糟糠糊弄大家，到时候北强营的人吃坏了，我看你怎么交代。沈姑娘，不是粮越多越好吗？这些都扔了，剩下就更少了。吃没粮会死人。粗麦磨碎，豆荚先烘干，菜根切碎，盐水泡一遍，麦麸过筛，不要粗壳。灶火分3层，先蒸后压，最后烘。为啥不直接烙饼？直接烙，外面焦了，里面还是湿的，放半天就没。军粮是要让士兵带在身上，能放，能顶饿。他真的不简单。这东西看着就噎人。顾将军的兵可真可怜，守城没死，倒要先被你的饼噎死。那你试试。我又不是兵。原来你也知道，这不是给躲在一旁说风凉毁的人吃的。沈姑娘糊了，我就说他不会，这可是最后一点能用的粗麦，糟蹋了可就没了。外焦内湿，不是配料错，是火太急。沈姑娘，要不换法子？不换，是火太急，先蒸熟，再低火烘干。还能重来？能。失败的别扔，磨碎掺进下一批。糊的也要，能吃的就不能浪费。韩州没资格讲究。别急，压紧，越紧越能放。难吃，但顶饿。给我一块，这要是带出去夜巡，半夜就不怕别抢，晕了。继续烘干，还不够。3日内至少要做出北强营2天份。人手不够，灶也不够，那就搭灶。我要30个人，10口锅，旧门板、砖石、柴火。给他。将军，明夜巡防80里，北坡和黑风岭都要查。明夜巡队，带这个出城。可以，明天他们能不能活着回来，就是答案。沈姑娘，这可不是在灶房里说几句漂亮话。明夜巡队若是回不来，你这军粮饼可就是催命饼了。每人2块饼，1桶热水，半夜前吃半块，遇风雪停步时吃半块，不能一次吃完，也不能干吞。就这2块，2块够你撑1夜，省着吃能撑更久。沈姑娘，若我靠这2块饼走完80里，回来给你磕头不用，活着回来。担心？第一次实战用，肯定担心。你已经做的够多了，还不够。做出来是一回事，能不能救命是另一回事。队长，我有点顶不住了。按沈姑娘说的，半块就热水。难吃是真难吃，可咽下去胃里沉。这东西真压肚子。心意，人没走远，别让他跑，压回去。虽然难吃，但真能成命。有人回来了！回来了！80里啊！沈姑娘，这饼难吃，但真顶命。半夜风太大，
我们差点走不动，就是靠这饼撑过去的。要是按以前那点干涉，我们后半夜根本回不来。活着回来就好。你做什么？昨夜说过，活着回来给你磕一个。不用跪我，不是跪你，是谢你救命。能回来就够了。从今日起，北强营粮物归你调度。服！这不是牌子，是他们把命交给我。沈姑娘，你去眯一会儿，再熬下去，人先倒了。沈之河，你能做的，我也能做。凭什么？同样是流放女，她能拿军牌，我只能被人嫌碍事。什么先征后烘，什么盐水比例，都是故弄玄虚。配方在我手里，我也能做。去地窖，把能用的葱麦和干料重新分一遍。你们不是不想让沈之河长粮吗？你想做什么？他会做军粮，我也会。只要我做出更好的，北监营不一定非要他沈之河。你会？配方都在这儿，有什么不会？他若能坏沈之河的事儿，倒省得我们动手。这些能用吗？沈之河不也用豆荚？他能用，你也能用。再说现在粮少，谁还挑？来不及了，只要做出来看着比他的好看就行。都倒进去，多加点盐，压住味儿。柳姑娘，这豆芽味道不对，沈姑娘说过有酸味的不能用。沈姑娘，沈姑娘，你们现在张嘴闭嘴都是她，难道离了她，北强营连口饭都不会做了？这不比沈之河做的强？她不过是故弄玄虚。肚子不对，回营，快回营报信，巡防队出事了，吃了军粮后全倒了，说是沈姑娘做的饼有问题。我就说沈之河做的东西不靠谱，他拿豆渣麦麸糊弄北强营，现在吃出事了吧？快去禀告曹监军！放屁！沈姑娘的军粮昨夜救了夜巡队，昨夜没事，今日就不能有事？谁知道他是不是乱改配方？酸腐味，不是我的军粮。出事的军粮在哪儿？就剩这个，外层干，里面湿，豆芽没烘透，盐味过重，是为了搭住坏味。偷配方，错材料，错火候，不是我的饼。沈之河，你害了巡防队，还想抵赖？配方是谁偷的？我听不懂你说什么。我说过，发酸的豆芽不能用，受潮的碎米不能用，失心的饼不能发给士兵。我没有。你偷配方，我可以以后再跟你算，但你差点害死一队人。沈姑娘，巡防队有人撑不住了。备热水、岩浆、干净布，所有人让开！看住他们，一个都不许走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只是想做的比他好。这蠢女人，等救完人再跟她算账。再叫2个人抬担架，别让他们继续吹血。能走的扶回来，不能走的就地挡风。我差点害死人。先救人！沈姑娘，你快看看，嘴唇没黑，指尖没紫，还好不是中毒到要命的程度，更像是吃了发酸变坏的湿粮，又在雪地里受寒，引起急性腹痛和高热。轻症的坐起来，别躺平；重症的抬到火盆边，先保暖。盐水多少？姜要多少？半碗热水，1小撮盐，不能多。酵片3片，熬开再喂。吐过的别马上吃东西，找干净布擦手擦嘴，吐出来的东西立刻埋掉，别留在棚里。想让更多人病倒，就留着。他不是大夫，可他知道怎么让混乱先停下来。沈姑娘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死不了，我娘还等我回家。那就慢慢喝，别急，你要活着回去。都能活？能，但今晚得有人守着，不能再受寒，也不能再吃那批饼。我守。沈姑娘放心，我们轮着来。沈姑娘，对不住，我们差点以为是你做的军粮出了问题。你们活着就行。救回来也不能说明军粮没问题，谁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做坏了？现在又假装救人。要查？当然要查，必须让曹监事查。那就查清楚。第一，火候不同，我做的先蒸后烘，断口干实，这批外干内湿，说明没有烘透。第二，豆荚没有提前烘干，里面已经发酸。第三，受潮碎米混进去，这种东西平时煮粥都要挑出去，谁把它压成军粮，谁就是在拿士兵的命试错。今日谁进过后灶？说实话，救的是人命，不是我的面子。是柳姑娘，她拿着一块木板，说也会做军粮。赵三救路给她送了豆渣和碎米，我提醒过她，味道不对，可她不听。你胡说！你的袖子上还有湿豆荚和面粉，去他住处搜，找刻着配比的木板。你偷配方就算了，还拿坏东西给兄弟吃，我们差点死在你手里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帮忙，我不知道会这样。你不知道，
配方我写的清清楚楚，你看不懂却敢做，你不会却敢发，你不是想帮忙，你是想抢功。刘玉和罚入杂役棚，以后不得靠近灶房，参与发粮者全部收押。凭什么？顾将军，我是流放女，不是军中人，你凭什么罚我？你害的是我的兵，你又救了他们一次。这次是柳玉娘蠢，真正聪明的人还没出手。将军，曹监军派人来了。他说，沈姑娘扰乱粮务，3日之期未到，却已害伤巡防兵，请沈姑娘立刻去监军府问话。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？他不是来查真相的，他是来收口的。那就去，看看他到底想问什么。那姓曹的分明是想把巡防队的事儿扣到你头上。我去作证，那并不是沈姑娘做的。你现在该做的是躺回去。可他们要害你，他们早就想害我，躲一次，躲不了第二次。我陪你去。你不能去。北戎3日后压境，你若因为我跟曹监军正面冲突，他就有理由说你抗令，到时候不只是我，整个北强营都会被他拿住。沈之和，带2个人守在监军府外，半个时辰他不出来，本将亲自去见。好。外头士兵连热汤都要抢时间熬，这里却暖得像另一个地方。沈之和，你可知罪？不知。见监军不跪。我是流放劳役，不是监府犯人。若曹监军要定我的罪，先拿罪状。好一张利嘴！巡防队吃了军粮，差点丧命。你刚接管粮务就出了这种事，还敢说不知罪？监军大人明鉴，我只是照着沈姑娘的法子帮忙，谁知道会出事？他若早些交清楚，怎么会害人？你偷上方，倒理直气壮。本监军问的是你，粮务军牌在你手里，出了事自然你担。若是我做的粮，我担。可这块不是我做的。你说不是就不是。我做的军粮，先蒸后烘，断匪干湿。这块外干内湿，若曹监军不信，可以让巡防队和灶房所有人作证。灶房都是你的人。这是从柳玉娘灶台旁捡到的，她袖口有面粉和豆渣，灶房小兵也看见她动过火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住处搜出了我的配比木板，那木板是我捡到的。捡到配比，私自做粮，私自发给巡防队，导致6人腹痛高热。你不是无辜，是蠢。沈之和，你在本军面前审人。我是在救人之后把事说清楚。你说清楚，那粮仓没米之事你也要说清楚，城墙空心之事你也要说清楚，水渠堵塞之事你是不是也想替韩州全说清楚？他不是为了柳玉和来的，他是怕我继续查下去。曹监军怕我说清楚。放肆！韩州城墙空了，粮仓空了，水渠堵，士兵吃没粮，百姓背浑水。曹监军不急查是谁干的，却急着问我知不知罪。我倒想问，曹监军怕的到底是北戎还是账本？沈之和，你很聪明，可聪明人在韩州未必活得久。蠢人也一样。大人，伤兵营那边又出事了。什么事？好几个伤兵口舌晕懒，高热不退，运医说是久缺鲜菜，又受寒伤了底子，再这么下去，怕是撑不过大雪围城。缺鲜菜、疾病、受寒，伤兵恢复会拖垮整座韩州。沈姑娘会修墙，会找水，会做军粮，怎么？难不成你还能在这冰天雪地里变出菜来？韩州冬天种不活东西，这是3岁孩子都知道的事儿。不是种不活，是没有挡风、保温和土温。油布挡风，草连保温，火灰提土温，只要有备风地就能是。怎么，这次不敢说了？谁说冬天不能种菜？给我废木、油布、草连、火灰和一块备风地。7日内，我让韩州长出第一片绿。7日内让韩州长出第一片绿。沈之和，你真以为自己是神仙？韩州冬天滴水成冰，连野草都冻死了，你还想种菜？修墙、找水、做军粮已经够你出风头了，现在连天时都想改。伤兵若继续缺鲜菜，恢复会越来越慢。北戎3日后压境，能站起来的兵越多，韩州活下去的机会越大。你说的好听，可韩州没有春天给你用。我不用春天，只要备风地、保温棚、火村土，再加上水，就能让菜苗先活下来。菜苗？韩州哪来的菜苗？灶房的冻白菜根、萝卜头、葱根，只要没烂透，就有些机会重新发芽。好，本监军给你7日。我要废木、油布、草连和一块备风地。给他。大人，他分明是在胡闹。7日内若长不出东西，你就去伤兵行跪着认罪，说你妖言惑众，耽误军务。可以。我倒要看看雪地里怎么长出菜来。沈姑娘，这些破东西能干啥？搭暖棚，
暖棚，后面垒土墙挡风，前面用木架撑起斜面，油布盖外层，草帘压边。棚里铺火绘土，夜里放炭盆，白天见光，用废渠的水，少浇，别动根。这东西能让菜活？能不能活，要看我们能不能让它不继续冻死。沈姑娘，咱们能喝上热汤就不错了。真不敢想冬天还能吃菜。那就从敢想开始。你真要在杭州种菜？不只是种菜，是让伤兵多一口活命的东西。你总能把别人扔掉的东西变成活路。杭州不就是这样？沈姑娘，这棚子怕是连一夜风都撑不住。你不帮忙就别说风凉话。我只是实话实说。得等。等多久？今夜有大风雪。加绳压草帘，木桩再往深处打。不好！沈姑娘，棚塌了！我就说，杭州冬天种不活东西。断在斜撑中断，风从北墙缺口倒灌，斜面角度错了。沈姑娘，咋办？这第一棚都塌了。不是重不重，是架子搭错了。棚面不能迎风，要转半面，后墙加高，斜撑改成三脚架，油布压到地里，不留风口，重搭。重搭？沈之和，你以为杭州是什么地方？这里连人都活得艰难，几根菜根还能比人命硬？不是材料问题，是受力错了。斜面太大，风直接掀油布，支撑没有形成三角，一遇大风就断。棚没错，架子错了。啥意思？直撑扛不住风，三角撑能扛。后墙要加厚，迎风面压低，油布不能松，要绷紧，再用草帘压边。第一座是我搭错了。你也知道自己错了，我错了就改，你错了只会哭。把没断的木匠拆出来，废油布重新裁，土墙往后加半尺，迎风口改成斜坡，炭盆1到2侧，别烤坏菜根。听沈姑娘的，重搭。风从缺口斜灌，棚面不能迎风，必须转向，后墙加厚，别留缝。再扯紧一点，别让风钻进去。沈姑娘，我们这腿跑不了战场，总能给菜棚压个边吧？能。稳。慢点，少浇，土润就够。你确定他们还能活？人只要没断气就能救，菜也一样。你倒是从不轻易判死。因为被配判死的地方，我见过太多。菜根早死了，就算活也长不出东西。杭州冬天里第一墨绿，真长出来了，这是不是说明我们还能吃上菜？能。将军，北戎动了，他们拖来了工程器，正往北墙方向来。撞成车，他们真要强攻北墙。这帮东西偏偏掉北墙。攻守上墙，滚木备好，北墙营，全员守城。工程器重，行路慢，必走低处应血。只要前路一塌，他们就推不动。怎么守？要让他们撞进坑里。这里是缓坡，攻攻器要靠人推，速度慢，但一旦到墙根，撞击力很大。我们不能在墙根接他，要在半路让他停下来。怎么停？那东西前面包铁，箭射不穿，滚木也要等他到墙下才能砸。挖外轰，来不及，敌军已经到了，现在哪有时间挖好？不是挖深壕，是挖断轮壕。工程器靠轮子走，只要车轮陷住，它就成了死木头。壕不用深，只要宽度卡住轮距，再用雪盖住，敌人看不出来。敌人又不是傻子，看到雪地有痕不会绕，所以要让他们以为路在这里，明面上清出一条假路，暗地里在真正的冲锋线上挖断轮河，再用绊马索逼骑兵往两侧走，滚木不砸人，砸轮轴。将军，一个女人的话真能用在战场上？若他们不走你设的路，今天北风从侧面吹，工程器太重，推车的人会本能避开逆风。我们只要在西侧放箭压迫，他们就会往东偏。要多少人？20个挖壕，10个铺雪，5个准备绊马索，滚木搬到北墙，弓箭手等他们掉坑再放箭。照他说的做。昨夜北墙是他救的，水源是他找的，军粮也是他做的，现在听他的。挖壕动作要快，雪面要压平，别留下新土。
绊马索埋钉，别太早露。滚木绑尸布，防火箭。攻守听号，不许提前放箭。轻点，别压实。沈姑娘，你这是要让他们自己把车推坑里？他们既然送上门，总不能白收。发现都在这儿，沈之鹤打算在东坡挖陷壕。有点本事就以为天下都在他的计算里。这都送出去，北荣真能破城？破不成不重要，只要他的防线失败，曹监主就有理由让他死。怎么了？少了一个运柴的人。将军，他们冲过来了！现在追人来不及，先让车进好。快了，快了！所有人等他们进壕。沈姑娘，他们真会走你设的路吗？他们往东了，东坡有陷壕。不对，他们偏得太早了。图泄露了。应该是。那怎么办？他们绕开陷沟了。将军，放箭，不能让他们靠近。再等。还等？他们马上就到墙下了。他们绕开的，是我画给内鬼看的坑。真正的断轮高在那里。你早知道有人会送图。赵三被压，曹监军还在，北墙这么快就安静，才不正常。既然有人想送，就让他送。拨开北墙！放生。中了，真撞进去了！娘的，真让他们自己推坑里了！推出来，快推出来！滚木，动手！车停了，人还在，必须断他们再推车的机会。顾将军威武！不是刀，是那个女人。查什么？查那个女人是谁？守住了！你的坑埋得很好。是他们自己急着跳。沈姑娘，老夫先前小看你了。战场上小心些就行。今日守城，顾将军指挥有方，北强营奋勇杀敌，功劳记入军册。沈之和呢？曹监舍说流放犯女无军籍，不入功劳簿。功劳不记就算了，还说他有错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这功我替你讨。现在不是讨功的时候。北荣只是试了一次，下一次他们会冲着我来。让开！先救我兄弟！军医呢？快来人啊！赢不代表没有代价。他伤得住！我儿子快不行了，先看我儿子！李帅，一个个来，先让我看伤。军医先看我！都停下！沈姑娘，先救我儿子，他一直喊疼啊！他能喊，说明暂时死不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还是不是人？沈姑娘，这么多人，先救谁？先救他，他第二，他最后。凭什么？凭你还能骂人？拿3种布条来，红布、黄布、灰布，快！红布先救，黄布等救，灰布自己包扎，别挡路。分轻重。不是谁喊的响就先救谁，是谁最可能死就先救谁。听他的！沈姑娘救过多少人了？别耽误救命！不能拔，箭不拔怎么止住？现在拔他撑不住，先固定箭杆，压住周围，稳住气息。别晃，慢一点，别乱抬，先固定，不固定抬一次伤一次。湿衣脱掉，热布擦身，姜银水少量喂，别灌急。他连混乱都能排成阵，活下来了。沈姑娘，我刚才……下次别挡路，
沈姑娘，你这法子能救不少命。不是法子救命，是别乱。沈姑娘，这套规矩能不能留给伤兵房？可以，以后伤兵进营先分3色，谁敢乱抢，赶出去。记下了。将军，说，开战前我在西侧巡逻，西侧柴门，运柴小门。放信鸽。看清是谁了吗？没看清脸，但他腰上挂着监军府的铜牌。封西侧柴门，查今日所有经过的人，找信鸽、脚印、铜牌痕迹。别只查地上，查门轴、柴管和墙缝，信鸽放飞时总会留下东西。难怪曹监军不让沈姑娘插手粮仓，不让插城墙，还不许记功。原来他早就跟北荣有勾结。证据不够，这还不够？一个伤鹰的证词不足以扳倒监军。他说的是监军府铜牌，曹监军只要推一个人出来，就能把自己摘干净。那就让他这么算了。他不会算了，我们知道了信鸽，他也会知道。下一步，他不是灭证，就是先把我拿下。将军，监军府的人来了，来得倒快。奉曹监军令，流放犯女沈之江擅入伤兵王，私定旧制规矩，扰乱军务，又借伤兵胡言诬陷监军府，即刻押回监军府问话。沈姑娘刚救了伤兵，你们就来拿人，你们监军府是不是心虚？谁敢阻拦，就是抗令。人你带不走。顾将军，曹监云说了，北荣压境在即，你若为了一个流放女抗监令，便是置韩州军武于不顾，到时朝廷问责，你担得起吗？不能动手。他们是冲你来的，我知道，可我不走，你现在就有危险。曹监员等的就是你抗令，他拿不下北强营，就拿你开刀。你若被停职，韩州才是真的完了。放信鸽的人不会只放一次，他们知道证人没死，一定会回去灭痕迹。别救我，抓证据。顾晨仇，韩州比我重要。对我来说不是。我跟你们走。沈姑娘不能去，他们会害你。你们守好商银衡，规矩我定了，你们就照着做。沈姑娘放心，我记住了。暖棚别停，菜根夜里要保温。你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惦记菜根？菜根活了，伤兵就多一口活路。将军，就这么让他们带走？韩烈在，带2个最机灵的去西柴门，看见人不许动手，只跟。沈姑娘留了局，她以身试局，但谁被困住还不一定。沈姑娘，你很能救人，可这一次你救不了自己。你等我进楼，我等你动手。沈之和，你知不知道，流放犯女擅入军营，扰乱伤兵房旧制，贪污监军府通敌，任意一条都够你死。那曹监军准备给我定哪一条？放肆！监军大人问话，轮得到你反问？问话总得有话可问。若只是想定罪，那就直接写罪状，不必浪费口舌。你这张嘴比北强还硬。北墙已经修过了，不会轻易的。北墙空心，粮仓没米，水局堵塞，每一样都像钉子。本监军可以给你一条活路。说来听听。按下手印，承认你救治伤兵时处置不当，导致军中混乱，再承认伤兵所谓监军府铜牌说是你诱导所得。看来不是临时准备，他早就在等这个机会。我若不按呢？那就押入苦役营。北荣3日后攻城，韩州乱成什么样，没人还会记得一个流放女。你是聪明人，何必为了顾晨州搭上自己的命？他在乎你，也不过是个被贬守将，韩州守不守得住，尚未可知。曹监军误会了，我不是为了顾晨州，我是为了韩州。韩州？韩州是朝廷的韩州，是军中的韩州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流放女来管？若管的人把墙修空，把粮换没，把水堵死，那谁能让韩州活？韩州就该听谁的。放肆！越急越说明戳中了。你以为顾晨州会来救你？他不会，他有更重要的事做。西柴门，别抓，跟。沈姑娘说别抓。跟。城里还有这条暗路。别抓，跟！告诉赫连将军，
防线图还在沈之和手里，他人已被带进监军府，今晚未必能活着出去。一个女人让你们韩州乱成这样，少废话！北荣若想破城，必须先除他。他们要借曹监主的手害沈姑娘。顾晨朝呢？顾晨朝在北墙，我们会拖住他。只要沈之和死，城防无人接手。队长不能动，北墙撑不过下一轮。谁？有人跟踪？藏不住了。一个回去报将军，一个跟我拦住他们。队长，回去，把你看见的一个字不漏告诉将军。可沈姑娘说别抓，现在不是抓不抓的问题。别让他跑了，证据在他身上。是他们要杀沈姑娘。走！不能让他回去。想走，先从老子身上踏过去！哼，伤兵一个也敢拦我！证据在笼里，还给我！跑了一个，还有一个。沈之和倚靠监军府，今夜除他，北墙可破。他们真的要沈姑娘死？按。若按下去，救过的人修过的墙，做出的梁都会变成罪证。怎么，刚才不是很会说吗？我在等，等顾晨抽，等你的人露馅，西柴门一定有东西。你倒是会装镇定，可惜顾晨抽现在守着北墙，没人会来救你。沈之和，你认了吧，你斗不过监军大人的。你偷窥方害人时，也觉得自己斗得过我？按下去！谁敢动他？顾晨初，你带兵闯监军府是要造反吗？抓到了。曹监军，西柴门外监军府的人与北荣探子接头，这是信鸽上的密信。胡说八道！一个小吏私通外敌，与本监军何干？此人私通北荣，拖下去斩了。这么急着灭口，人谁都不许动。顾将军，你要为了一个流放女跟本监军撕破脸？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韩州。这个印不对，这印不是普通监军府纹印，这是粮仓调拨暗印。什么意思？能盖这个印的人，不只是监军府小吏。曹监军，粮仓没米，城墙空心，水渠堵塞，现在又多了一封给北人的信。曹监军，你还想说这些都与你无关吗？沈之和，你倒是会编。一个小吏私通北荣，偷盖暗印，便能扯到本监公身上。韩州上下那么多人见过粮仓调拨印，谁知道是不是他偷的？那就审。此人乃监军府小吏，自该由本监军审理。让你审？一个小吏能调换粮仓，一个小吏能让北墙3年修缮账本对不上，能堵韩州水渠10几年，能在敌军攻城前把防线消息送出去。曹监军，你说这些与你无关，可以，那就当着韩州居民的面对账。你想做什么？既然你清白，怕什么？放肆！本监军岂容你一个流放女审讯？那本将审。顾晨舟，你别忘了，你只是被贬守将，没有监军府调令，你无权审本监军府的人。若事关通敌，本将有权先查。沈姑娘是不是在里面？听说抓到放信鸽的人了。开门！不可！沈姑娘，这不是我们吃的粮吗？的确是他，难怪孩子吃了总闹肚子。去年北墙碰销木桩300根，石灰120袋，铁钉10箱，可墙里没有足量石灰，没有碎石，也没有足数木桩。粮仓表面是好粮，里面是煤米掺沙。若只是路上受潮，不会每袋都外好内坏。今日北荣工程器能避开陷壕，是因为有人通风报信。我亲眼看见监军府小吏与北荣探子接头，我兄弟死在他墙下面，你们说是天灾？我孩子吃梅粥病了半个月，你们说是韩州命苦？不是韩州命苦，是有人拿韩州人的命换银子。监军府给个交代！顾将军，这是你纵容的，这是你逼出来的。好，好得很。沈姑娘果然厉害，修墙、找水、救伤兵，现在还会煽动军民。
我只是把他们本该知道的事说出来。你知不知道，有些真相说出来会死很多人？已经死了很多人。沈志和，都退后！草狗！他已经乱了，乱了就会露破绽。沈姑娘，你不是很会救人吗？那今日本监中倒要看看谁救得了你。不能等他乱杀，要让他自己松手。沈姑娘，曹监军疯了！别动，刀在他脖子上。他不是要杀我，他是怕死。退后，全都退后！备马，给我备马！顾晨舟，你听不懂吗？你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他！放了他，我让你走。你当我是3岁孩童？我放了他还能活？我要马，我要出城，还有这些账本、密信，全部烧了！你做梦！闭嘴！不能等他退回府里，必须现在。曹监军，闭嘴！你现在杀我，顾晨舟会立刻杀你。你以为我不敢？你敢，但你不想。你想活，你想出城，你想让这些证据消失。既然如此，你的刀就不能真落下。你少自作聪明！你背后还有人，凭你吃不下这么大的局。你现在逃，是想去找谁？闭嘴！没事，这就没事。至少头还在。通缉贪粮，还敢挟持沈姑娘，让她偿命！你笑什么？你们以为抓了我就赢了？韩州城墙没修完，粮草不够，援军不到，北戎主力已经在路上。北戎主力，你们查账也好，抓我也好，拖不了几日。沈之和，你很聪明，可你城墙修得再快，也修不出一支援军。赫连木不会再试探了，下一次他会带主力压境。北戎主力，内鬼抓住，只是第一步，把曹监军押起来，清点粮仓，封存账本，接管监军府库房。从现在开始，韩州所有能用的东西都要变成守城的东西。你要做什么7天，我要把韩州修成一座战城。